我有过就是兵变，是兵变呐？不是我兵变别人。我跟你讲，有时候人是这样，不见得他比他好。但是就是比他新鲜啦。你有跟他讲说你有个男朋友在当兵吗？他在追你的时候？当然没有啊，我会是这种人啊，他问你。那因为他在做保险，所以我就要跟他买保险，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就是殊不知那次是他女朋友接电话，然后他女朋友当下就讲说，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男朋友，你知道你打电话来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吗？那时候我当下有点生气，我也不遑多让，回了他一句说，如果你们的感情因为我一通电话就可以被影响，那你们的感情也太薄弱了。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很多人在影片里面都会教大家如何去追异性，或是同性也好，怎么样的把妹技巧，人人都有教，但从来都没有人讨论过怎么样去分手。分手也是一门艺术。分手就直接跟他说不想要在一起就好了。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说出口，有些人是那种我要分手，但我当面我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对，因为我有当面跟他说分手之后，他就咒骂我，搞不好会变恐怖情人，这就是分得不太好，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有邀请了几位来宾呢，要来分享一下他们是会分手还是不会分手。哇！欢迎东哥、慧茹姐、立冬、兰芳、Sabrina。哇！还有请到那个废话连篇的老师。等一下，老师，等一下也要跟我们讲一下，说哪一个星座很会分手，是不是？勾勾底啊，勾勾底，纠纷多。对，分手没分好的话，哇，那个前任的话不得了啊。所以分手要分好。你还记得你上一任女友是多久以前的事啊？哇，大概20几年前吧。所以是用 BB 扣分手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分手是直接传一个简讯跟他女朋友说就分手了。很多人这样啊。对，那不然呢？啊？你看，这么无情的，会有人这样做的啦。但处女座很理性，可是面对面更尴尬哎。而且万一面对面他突然就是暴怒，然后揍你，对呀，如果他不愿意，没有，那所以你要跟他讲要分手，所以要带到那个，譬如说百货公司人多的地方，安全。那吵起来更难看。对啊，直接面对面。其实我觉得用简讯还蛮好的。对，因为可是对方万一还爱你的话，他不可能。就是我已经不爱他了，因为我有过一次也是。那我会故意很晚回你简讯。简讯。因为你很爱他，就晚一点回。但分手不一定。因为就是挽回嘛。等，后面有博士哦，来了，博士怎么了？可是分手不一定要等你回啊。如果是用简讯，最好你不要回。对，不回就是要分。对啊，有些直接封锁啊。对，就是你说分手，那我就封锁。其实这个都还是要看什么原因分手的啦。但是我分手是习惯当面讲。哦，你是越礼貌是不是？我觉得讲完就是面对面，然后都知道问题了，好就不要再见面。我觉得你没有遇过那种就是当面讲，然后他死不让你走吗？有遇过一次。哦，就是那种讲完之后，他反而会觉得就是。他有这么糟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有点变得快要像恐怖情的那种。我也遇过这种然后他还重点是你刚刚讲说你很明确的刚刚讲说我就是真的想跟你分手，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嘛，所以我都会很完整的表达我的语意，但对方就会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就是你？我可以感受到你是真的爱我，但是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对。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已经不喜欢你了，就是我是确定讲到这么明确说，我真的不喜欢你。对，然后他就说，你是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是不是哪些人给你压力，所以你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不愿意接受你。对，因为他一直觉得我还是有喜欢他。然后后来我大概讲了5次之后，我就用超级狠的方式，我就直接说，因为我就是拿他最。脆弱的地方，对，因为我知道他非常爱他妈妈，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打回你妈，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超讨厌你妈的，我跟你妈没有办法相处，然后就是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就是我已经用了所有方法，然后他都还是不相信，所以你讲这话他有大哭吗？我妈又打爱得罪你了。他就突然不讲话，然后我觉得他就很难过，因为对方是一个就是自尊心很强，然后也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超好，就不管是事业上、表现上、外貌上，就他觉得他自己超优秀。所以你们那时候交往多久？完全没有交往，就他只是追我2个礼拜，但因为我是很会观察人嘛，然后因为处女座就是很会，从细节观察，根本没交往，分手因为他就觉得我们在一起了，就是他就觉得他自己。他是用哪里认定你们在一起？
因为就他就是每天跟我出去相处什么之类，然后他就觉得他已经认识我所有的朋友啦。但是因为只是我比较想要耍一些剑招，让他误以为没有，让他晕船，他对，无法自拔了。那不一次吧？你是不是穿很露跟他出去约会？没有，就穿这样。就刚刚小钟哥都说我那么大只了，你今天很爱计较。谁叫钟哥第一场7早8早转过去看 Serena 说，哎，你是变大只了，最近极限分手。可是我跟他相反哎，我不是说对方怎么样，我没有讲他痛点，我是把自己讲的比较不好，因为通常不想面对的人就是他比较。自尊心比较高，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是我的错，我的不好，然后我有什么问题，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会影响到他的前途，会干嘛干嘛。讲到后来，他好像真的觉得我会影响到他，他还觉得说，好吧，那既然你这么不好，你这么难过，你这么那就算了。因为就是把他捧到一个，那很 OK， 这是一个很厉害，这一点比较高招哎，他很高招啊，怎么可能？我学起来，把自己讲的很烂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讲到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他的工作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我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如果你去应酬，我这样一直欢，一直干嘛，就是把这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会带来什么运？对，会带衰，然后会带散，然后朋友都说我是乌鸦嘴。那比如说，如果我说你明年的事业会倒，那可能就会打。他说，哎。我们不是要分手了吗？我说对啊，不要讲。那如果你遇到的男生是刚好他就是很想要照顾你，他就觉得没关系，就是你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包容你。你不要这样想的那种。对，因为我遇到那个男生真的就是这样，没有这种人，他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一刚开始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刚开始先以柔性，就是说我觉得我的就是你事业太好，就是你真的表现都太好，我配不上你什么之类。然后他就会说没关系，我可以带着你慢慢成长什么之类，就是我真的各式各样的方法都用过了。他说那不然我可不可以给你薪水，就当保姆就好了？在说什么？照顾吗？那就照顾。那他会不会更好？对啊，没关系啊，我就对啊，你就离不开他了。对啊，就更离不开。被绑定了哦。还说我下体溃烂。男生应该听了都会害怕吧？会吧？医治你。会怕？会怕。对方要是你会不会分？医生吗？对啊。他说对方是医生啊。对方是医生，他刚好可以医治你。他是医生啊。对。问题他是泌尿科吗？他对啊，他搞不好是耳鼻喉科。很多朋友他说我会。所以你那个人是医生哦。对。哇，那麻烦了。那你说你得绝症好了。对啊，说你是通缉犯嘛。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跟他分手的时候，你的决心是什么。对，有的更可怕，有的会跟你闹自杀的。对。他说你离开我就死给你看。对。他会这样子啊。你有遇过这种的？我没有。那你我就说我要死给你看。但是我有过就是兵变，我觉得兵变是比较可怕的。你被兵变了？不是，我兵变别人。这是最狠的哇！我应该被男生抨击，因为男生在当兵的时候心灵都很脆弱，他们每天都最需要人陪，在数馒头哎。对，而且我那时候是有点狠，是避不见面。因为你就是兵变了，所以你就是心态很狠这件事情。你也没有传简讯或者写信或什么之类的。我有跟他讲说，就是在他最后一次放假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我这次不去接你了。他其实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结果后来呢，他就是在打电话给我都不接这样子。最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好伤人哦！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有新的另一半，应该有暧昧对象。暧昧对象，一定的都是这样。对，一定是这样。是暧昧，不只是暧昧，一定是已经在一起。没有，还在暧昧，但是就是觉得。就是只是我要不要跨过那一步，就可以两个人在一起。哎，你很狠心哎。对，那个是，而且那时候还很年轻，那个时候才学校刚毕业，所以根本没有想这么多。然后他1个月后退伍之后，那时候因为我还有在继续进修上课，所以他都会去我上课的地方要等我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是故意避不见面这样子，然后花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身边共同的朋友就说他真的就是很难过啊，然后很消瘦、很消极。然后就是好像感觉人生快过不下去了。那我确实有觉得我自己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因为其实他对我非常的好，他真的对我非常非常的好。请问一下，那个新的暧昧对象是比他好在哪？比他帅还是比他？我跟你讲，有时候人是这样，不见得他比他好。
但是就是比他新鲜啦。强势的追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新鲜。你有跟他讲说你有个男朋友在当兵吗？他在追你的时候？当然没有啊。哇！懂玩。原来你怎么会是这种人啊？潘慧你应该叫潘慧玩。不是，那也是我人生中不是丽姐上节目不都讲说你在感情上面很保守之类的吗？对，所以我说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等，你今天突然要重设人设是吗？没有，我只是就是想说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一次，然后在那一次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别人？然后就再也没有这样过吗？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后续哦，就是人有时候都会觉得人好像是不是自己有一点犯贱，对，就是他后来就是交了新的女朋友这样子，你就不甘心了？我没有不甘心，但我们其实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分手之后还可以当朋友的人，好讨厌你伤他这么深，还要他当你朋友，哇，说得好，当不下去。这不是我们昨天才录了一集吗？前女友还在那边假装好朋友，好人厌哦。主要是因为他是我家人，时间不行，他只是家人，我没有感情了，不能接受，这不能接受。不是，小仲问你，把你彻底的甩掉的女生，你还会跟她继续当朋友吗？我看到他就呸。太严重了吧？没有，完全不行。玩这么大，前女友目前没有立刻封锁，立刻都没有交集，你没有任何前女友的朋友？也没有。没有，我觉得立东是会跟前女友做朋友的人。我吗？应该会，我会啦。对啊。但我做朋友的原因是我们平常完全不会联络的那种，我是为了其他的朋友着想，因为其他朋友会，不是他们会选边站嘛。变成说他们有时候如果有你出现，他们就不能出现，对，他们要选，他们很为难，所以我是为了这些人着想。可是刚刚那个还没讲完呢，他教你。刚刚那个就是有一点，但是因为事隔已经非常多年了，我们都渐渐长大了，然后各自都有各自的事业了，然后因为他在做保险。对，所以就是还是会联络，就是比如说啊买车子啊，车子可以跟他保险啊，这样子。所以后来有一次就是我换车了，那上一台车也是跟他保的，然后我换车了，所以我就要跟他买保险，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就是殊不知那次是他女朋友接电话。对，然后他女朋友就有一点点生气，确实真的很生气，然后他女朋友当下就想说，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男朋友，你知道你打电话来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嘛？那时候我当下有点生气，所以我也你生气个屁呀！我也不遑多让，回了他一句说：如果你们的感情因为我一通电话就可以被影响，那你们的感情也太薄弱了。我觉得非常好的时候，就因为这件事之后，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他的就是这个男生联络。那他们后来也很好，就是都结婚也生小孩了。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你有戒掉这个恶习吗？就是一直跟前男友保持联络。我不会跟前男友保持联络，但我不会跟前男友交恶。就是如果他要跟我联络，我还是会。你什么星座的？我双鱼。哦，还有我们要请白宇老师直接来公布了。双鱼最会讲。白宇老师，星座里面感情纠纷，感情纠纷多的星座，看第3名。处女座。处女座，哇，真的超多纠纷。阿东也是，对啊，处女，你也是处女。所谓的纠纷是哪一种纠纷？就是各种勾勾底，比如说处女座平常对自己不是很好，很严格，就是他要求高，所以这种人什么缺爱，缺爱就是随时想要找人谈个恋爱呀、暧昧呀、被人照顾啊，这种情感缺失要弥补。不见得是要真正的谈恋爱，就是来个小暧昧或什么都可以，对，让自己心情好过一点嘛。我自己给不了自己爱，你现在手上有几条线？哎呦，暧昧的。反应很快，这老手老手反应很快，转移焦点。厉害，有几个暧昧的可以约出来吃饭？没有啦，现在没有了，现在看台面上都没有，真的。台面下的，就是台面下的。我看自由乱讲话。对啊，台面上就有个懒懒啊。对啊。台面下也是懒懒。没有，对。没有。
立冬很喜欢兰兰，所以兰兰已经在一起了吗？没有啦，观察中啊，观察中。你观察他，我被他观察中，不是啊，你看我凭什么？我是说我被他讲观察中啊，我被他，而且刚刚是一副很诚恳观察中。看要不要给他机会？这就是处女座的机车，就是他原因上就很容易沾惹别人，然后交往过程中机车就爱碎碎念嘛。老师话真的有点多。我觉得目前还 OK 哦，目前还合理哦，起码有重点啦，是不是有重点？谢谢。就是因为他关心别人的模式，就是要机车的念别人，表示他爱别人。哎呦，这个就是很爱管女朋友。对，你很爱管女朋友。我没有，我大概提点他一下，因为处女座是啰嗦嘛，但我其实不太会啰嗦。你提点通常是提点什么事？没有啊，他如果跟我讲说工作上的事情，我可能会讲一下我觉得可以怎么做，然后讲一次就好了，然后他要不要采纳是他的意见哦，因为我们这种讲多了就是烦了。那生活上呢？穿很露去跟朋友唱 KTV。不行哎，是不是？穿很不是，如果大家都穿很露可以。有啊，有的寿星要求我们今天大家姐妹都要穿很辣。有什么主题的？那这样你这个交代可以，可是如果单纯自己一个人太怪了。那如果那个局发现有很多帅哥，哇，很多帅哥哦，比你帅1亿倍那种。他的左脸抽动了一下，因为比我帅的太多了。所以帅哥你不怕？帅哥我。但是如果又帅哥又幽默风趣，派翠克嘞，这种我不会啊，我在他不会怕。派翠克不帅啊。他又不帅，你干嘛点他？因为他说他不怕帅哥。哎有啦，他在耍帅了，你赶快看一下。没有，对啊。就我是55生，怎么会是帅哥？你们这些班底是怎么样看？他看习惯了是不是？你们已经眼睛看不到真正的帅哥了。不是，人家妈妈今天有来啦。你在讲人家不帅，妈妈有来。哇，妈妈年轻的，哇，太妈妈来，他怕妈妈来。其实他录影派妈妈来，哎。他在我心中就是九头身的大帅哥。说九头身也太扯了，来不及了。等下那个小孩也是你的亲戚吗？我表弟，因为他放暑假，他放暑假。我刚一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孩，我还这样。怎么有小孩了？不是，因为我刚好有点踢到电线，就，然后他会以为我在对他这样做。欢迎你们。录影正式开始。对啊，阿姨好年轻哦。好年轻，好年轻。平常我在保养跟运动，对不对？所以基因那么好，生出这样的儿子。哎呀，又幽默，然后比例又很棒，长得又帅。阿姨要不要喝什么饮料？喝什么饮料？我觉得这招都是蛮厉害的。先不讲哦，突然出现。这是差别啊！双子天真无邪，讲实话啊。处女就是知道看一下环境，然后依照环境讲。你还可以拉回去处女，好厉害哦！很会拉哎。对，赶快转移话题吧，抱歉时间。不是啊，不会放过你。但我必须要补枪一下，处女座最后假设要分手或怎么样，他也会念很多对方说，其实你这里怎样？如果我们沟通的好可以，但是就问题是沟通不好啊，你不能怨我啊，所以我们这样就是还是好聚好散。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哦，第二名了。双鱼来了。双鱼就是爱幻想、理想化。对，比如说男朋友就是尤其小的时候嘛，男朋友是去当兵，他就幻想说，当兵，那我这个一个人很不舒服，然后有一个人在旁边满足我的幻想，满足我的理想，那我就忘记那个人对我有多好了，反而是身边这个人满足我的幻想比较重要。就是浪漫第一就对了。对，但是他这个浪漫，他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后悔？很后悔。因为双鱼是双嘛，
跟双子一样，就另外一面是很实际。他突然醒的时候，那个恋爱脑醒的时候就完蛋，我怎么把最爱我的那个人弄丢了？真的蛮你后悔。现在后悔是说你觉得他当时真的是一个好男人，你怎么把他甩了？应该是说截至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真的算是数一数二的好男人，没有的可以挑剔的。对，天哪！你事后交了那么多都没有赢过他的。我个人觉得啦，因为他其实对女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贴心，而且。对一个男人来讲，对一个男生来讲，他今天出去，他带你出去，然后跟朋友见面，他是会把你手牵着，然后说她是我女朋友。就是他是会很愿意跟大家讲说，我现在就是有女朋友了。有人会不这样做吗？有一些男生他不会，因为他会觉得让人家知道他有女朋友，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跟其他的女生。他是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是告诉大家，不管是什么局，他都会说我有女朋友，我有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就这样子。哎呦，对，你说他现在结婚又生小孩了吗？对啊，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就是长大了，有各自的生活。然后你现在还在节目上讲他有多好，他现在看到这一段，对，不会，因为他其实就是他很清楚，就跟我分手的时候，就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之后，他们两个就是一辈子了，所以他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对，可是那个女生如果又看我们节目，然后又看到你，不会啦，我们有完没完啊？还在爱我老公几年了？对不起啊，那是因为上节目才唤起我的记忆。大家好就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但是不是说会觉得很后悔，说为什么我后来没有跟他走到最后，只是这个会是人的一生一定会有一些恋情是藏在你心里面，觉得是很难忘的，难忘的。但是你不会想说哈，那我怎么没跟他在一起，没有结果，我要去把他讲，没有。但是他就是一个放在心里很难忘的。就像这种就是在感情上面，他一面希望对方像海水一样一层一层的有波浪来，就拍打我心扉，让我觉得心痒痒的。另外一面又很实际，说你像一座山一样稳如靠山，让我随时可以感觉到安全感。这种男生很少啦，很少。而且我的所谓的能够当朋友的意思是，我没有觉得好像人，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曾经跟他在一起过啊，就算他不好，你也曾经。爱过他，所以我就会觉得人跟人就是分手之后不需要撕破脸决裂，以后讲他说我很生气，我跟你讲他怎样。可是常常就是你有多爱就会有多恨。对，那你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讨人厌的女生。对。来，我们看一下感情纠纷最多星座的第一名。天蝎座。哎呀，有人是天蝎或遇过天蝎的。天蝎就是嫉妒啊、敏感啊，对对方期待很高。对，就是天蝎一想就知道我爱上这个人，然后就开始观察他蛛丝马迹，这个很好，那一定是好到10分吧。然后看到这件事不好就记仇，那以后每一件事都跟这个一样不好，甚至就是会拉长这个战线，然后一直去翻旧账也好，对，或者是脑补，哎，你做了1、2、3，一定有4、5、6，然后你心里一定想着7、8、9、10。这种事情就是一直在纠纷和负面里面循环，对，很多小剧场就对了，很多小剧场。我遇过一个天蝎的，来了，哇，讲真的故事，真的有讲，我又不是海讲，这是真的。这个故事到我现在还很难忘，因为是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提分手。生日前一天，这个是不是很震撼？那就跟那个当兵前1个月，对啊，我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这个比你刻骨铭心太多了，因为我客家人刻骨铭心，真的。好冷。交往多久？交往2年。然后他要去日本玩，跟他一群的朋友，我说那很好，我还帮他去换了日币。但是他要去这一趟旅行之前，其实我们的感情有点变淡，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好像就慢慢跟我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热络，就对，没像，我想说也应该是正常吧，2年差不多也应该比较淡，但是我觉得有点太淡，但我就他对你有一点就是不理不睬嘛，有一点那种感觉，但是你还是热情的，我还是觉得 OK 的，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就帮他这个换了一些日币，让他去日本玩。你帮他换日币是用你的钱换吗？用我的钱换，对。重点在换日币，客家一个。他一直强调他换日币，对，因为这是。你有帮他出机票钱吗？机票钱没有。换个日币就1、2万，有什么好一直出日币的？对他来说，请问一下你换了多少钱？我换了差不多3万台币，日币差不多10几万了。他很爱耶。对。你不用什么都接话，老师。
像什么注解？然后他玩得很开心。我回来的时候，然后我生日前一天，他叫我去他家，我去他家，然后我在楼下等他，就下来。他送我了一盒那个很棒的，那日本很有名那个北海道那个巧克力。哦，白色恋人。对，白色恋人。然后还有送我那个一个非常名牌的皮夹，因为他说明天我生日嘛。然后送完我之后，他就跟我就是讲说要分手，就是这么突然，就是很突然。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对啊，这个有点应该是送完礼物之后，然后你就要拥抱他。对，我其实很感恩他，我很谢谢他，还记得我，还会帮我买礼物，其实我很谢谢他。因为你有帮他换日币啊。对啊，是用你的钱买的吧？还是要带点东西回来。然后我觉得他要跟我分手，其实我那时候有难以接受。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他就说这2年我一直没有成长，就是很像小孩子。就他觉得女孩子，她觉得她这2年她在公司，她觉得要慢慢成长。啊，你那时候几岁？30几岁。没有成长。对，就很像小孩子。然后我就听了，我就觉得有点闷。然后但也没差，就这样。然后后来我讲说，真的是有点，那时候我真的有点过不去。我那时候回到家是那种，你把窗户打开来，你感觉是呼不到气的。我觉得哇，好痛苦。然后我就找朋友说，不对，我就朋友，你可以带我去什么 KTV 什么的，就是我去唱歌或干嘛也好，我想要让自己稍微发泄。但去到地方我会觉得很奇怪。就大家很吵，但是你会觉得一个 spotlight 打在你的身上。我懂那旁边那个声音是听不到的。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那真的伤心了，太震撼了，真的伤心了。我真的有点，然后那时候我就回到我三峡的家，我真的有点，那时候已经分了差不多快1个月，我那时候真的有点走不出来，我把我的那个房间都把它涂成黑色的。你自己涂还是请油漆工？重要吗？重点要吗？这很重要，因为自己涂很累。怎么那么细呀？哎，我想说你是不是在说谎？有道理。现在你不觉得很歪吗？你把整天喷完，你是没办法睡在里面的，那至少要消1个月。对。好，这是骗人的嘛？对不对？这是假的吧？只有喷1面墙而已，不用喷整片，喷一个喷而已。一听就觉得不合理啊。然后欣姐哥说谎，人家刚刚很伤心哎，那个真的很伤心。那其实伤心到就是我没法待在家里，然后我会自己走出家门，我就乱走，像游魂一样，就是你知道那种失恋的感觉吗？其实那种感觉是很难受，就漫无目的，就走，我吓到，因为我家住在我那个三峡嘉鲁道旁边，走，我想奇怪，怎么那么多车开那么快？我走上高速公路了。哇，真的，你失魂了，质疑他了。我发誓，我原本后面想说我走，我不知道我走到高速公路我那个年代还有那个收费站，还要拿钱，然后人家跟我收钱，我才发觉我走上高速公路。我原本要加这个是编的，对。人家为什么收你钱？走到收费，我是真的就是已经走上一小段就开上那个很多车站，我真的吓到，因为我就直接赶快走下来。所以那时候我是感觉上是真的太痛苦了。后来我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我觉得都是甲醛的影响。影响到我的脑。对啊，你脑都已经不正常了，中毒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那个女朋友的那个闺蜜，也是我们共同常会出去的好朋友。她真的看我这个样子，忍不住跟我讲说，其实那一趟的日本之旅有一个男生是我那个女朋友，就是天菜。那个男生他其实那个男的。但是那男的一直有女朋友，直到那一趟去日本的时候，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女朋友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玩得很开心，有点暧昧。但是后来他的报应也来，因为那个男的长得太帅了，也把他甩了。他就看到我，他一直在那边哭。但是我就说啊，那真的也没办法。他后来有找你，我没有遇到。然后他就跟你讲他的事，是不是？他没有讲他的事，但我没有遇到，他就一直哭。我也没在那里遇到一直哭。这就不好意思多讲，是不是又编的？没有编的。因为我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他怎么会突然大哭？一定是一定是聊到一个程度，一定是到一个定点哭。我诚实讲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在外面遇到他，然后他跟我那个朋友看到之后，想起我就会在那边哭，是这样。所以你之后有避开天蝎座吗？哦，有避开天蝎座，我觉得不敢碰天蝎座。那你还没长大。天蝎也可能是金星天蝎啊。你什么星座？牡羊。哦，好。下次要避开牡羊。不等于你现在还在避，代表他没有成长吗？对啊，因为不能只看星座就去判断一个人啊。他是分析一个人的方法，但不是全部。是。不能一竿子打在一还没有走出来。但看得出来他是真伤心。哦，那这是真的很伤心。那个大概1
1年多快2年才走出来，那个真的太痛。是这种勾勾敌的啦，感情纠纷比较多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分手嘛，有没有哪一个星座呢是1分，我跟你讲就没有后续？哇，你真的好会主持哦！怎么样？口条很好啊！妈妈在，妈妈在看。怪里怪气的，突然夸奖我。妈妈每次这样，觉得刘翔好顺哦。怪里怪气的，因为我不小心用余光想说，妈妈一直在那我余光看得很清楚的位置。放暑假啊，刚好有空了，没看过这样好不好？这样会不会从此Patrick会变妈宝？要妈你要来，不然我活不了。他不是妈宝，他很 man 的哦。正奇怪里怪气的，狠心分手第3名，狠心分手，对，真的是1分就分得很干净了。来了，水瓶座。为什么呢？水瓶座本身就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人，那一旦他有想法之后，觉得我们没办法在一起了，他一定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我们价值观不同，对，很多地雷。然后他认为，其实水瓶是蛮两面的，一面是特立独行，另外一面就是你别管我，另外一面是我管大家，就是大家所有人怎么想。比如说他很极端，就是比如说关注小动物。关注平权，关注同性，但是他可能就不关注女友。对，他有这种两面性。但是当他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比如说我今天需要 me time， 但是你跟我说什么 me time， 我要 we time， 他就不行。哎呦，这种状况就是水瓶觉得何必跟你话这么多，就是不投机，不必讲。直接冷掉，就是封锁不见，再也找不到。哦，会狠心封锁，就是属于水瓶座这种人。对对对。现场有水瓶座的吗？许博，哇，你就是狠心分手型的。是狠心吗？但是我就讲清楚，就分了就分了，不会再做朋友，就不必给幻想空间。对，我会讲得很清楚，因为像我之前有个男朋友，我们也是交往4、5年，那前面其实一开始就发现他很需要跟女生暧昧，可是他都没有行为上，所以你没有办法很直接说他对不起你，因为他都会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呀。到了大概第3年、第4年开始，其实比较稳定的时候，我反而在第5年最稳定的时间跟他说分开。那是因为有一天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其实2个人反而比较稳定，我就会比较觉得2个人可以各自做自己的事情。那有一天我发现他说他要跟他朋友去约去打球，那我不小心发现，就是他说要载那个女生去那个地方，那个女生已经跟他说，那你女朋友不会介意吗？他做了一件事让我做这个决定，是他照了那个副驾驶座的照片，给那个女生说，他知道我要来接你，他说可以，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等他说谎就对了。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女生都说介意了，你还做这件事情，就只是为了去接他，所以，但是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1个礼拜的某一天，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好。他就说，为什么要突然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就说，你应该知道你是一个很需要很多朋友的人，然后但是我不能接受。他就说，那怎么了吗？我们不是现在很好吗？我说没有，我说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交友方式而已。你怎么看到那个照片呢？是他的讯息跳出来。讯息跳出来，就是偶然间给你看到，就是在他的在车上的时候，他那个人不在。所以男友爱载女生去哪里，这个你可以接受吗？他可以，但他可以告诉我。不要诚实。对，要提前。而且他是骗那个女生，而且女生都说你女朋友会不会在意，他还骗说我女朋友 OK。哎呦，而且女生都很敏感，譬如说女生几乎都坐副驾，就一坐上去都知道，是不是有别人坐过了？位置被调过，位置被调过。我以前有个女朋友就是这样，是不是有载过别的女生？非常敏感。我说我载的是我妈，对啊，他们都会很敏感，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对不对？对。你现在就知道有别人在坐。你载的真的是你妈吗？不是。他载的是孩子的妈。还是说我们以后来宾每一个人都绑那个测谎的，干脆这样，我们都不用玩，头都介意他都会陷，就没有人敢讲假故事这样。我觉得绑 S 姐就够了，比测谎仪还准。好，第2名是谁呢？哇，这厉害！哇，摩羯来了。对，摩羯是非常实际加冷静，他想好就是什么，所有的条件都想好，比如说你未来赚多少钱，你个性是什么，家人之间怎么样，
这种就是落实在生活里面，毕竟谈爱只是感觉，落实在生活里面，互相的行为怎么磨合是最顺的，对他来说最在意。那他就觉得这种生活无法落实，你再爱有一天会磨损掉啊，那荷尔蒙不见了就不见了嘛。所以就是他很理性，所以这种就是狠心是来自于长线思维嘛，就是长线策略上我没办法活在一起，没办法吃在一起睡在一起，那就算了。爱不就是爱嘛，过了就没了，算了。哎呦，是不是分手也不太会哭很久？不会，不会哭，不会。但他会内伤，如果他真爱的话会内伤。所以摩羯女也是这样子。摩羯女更可怕，摩羯女会在就是比如说她前面的男生对她就表面上服侍得很好，但生活里面对她怎么样，她觉得以后不能生活在一起，那自此之后也许会性冷淡呐。也许会跟对方的家人，就是我们交往3年都不要见你家人，直到我觉得很稳定了，我再试试看。其实不会轻易就是陷入很深。对对对，不会放，不是恋爱脑。对对对，不是恋爱脑。Great。哇，为什么大女儿是摩羯？哦，那很重要哎，对，那么漂亮。对啊。好，来看一下第1名。但你是测谎仪还好。对，他很酷的法眼。对对对，好，第1名。天蝎又天蝎了吧？会有2个都天蝎，又勾勾底又很兴奋呐，对，好可怕。矛盾吗？对，你会觉得他们很矛盾呢。相处过天蝎座的人就知道他们人格分裂。当然，我不是说学理上或医理上的哈，他的这人格分裂在于他对爱情是又爱又恨，爱得很深，恨得也很深。在那占星学系统里面，天蝎在古代占星是火星守护，现代占星是冥王星守护。火星就是什么？什么都来得很猛。很激烈，然后很热烈，全部都飞蛾扑火，为了这个爱都可以。那冥王星就是我看到一点不好，我格杀无论。哎呦，对，看到一点不好，就是你全家都格杀无论，你旁边的朋友都是坏人，你们都同一国的，一起讨厌就对了。对，其实这种人其实很可怜，就是心很软，因为他爱到深，他的灵魂都给了对方，结果你把我的灵魂撕碎，我要合起来，可能不知道猴年马月。他只能用恨这种能量来让自己强大一点，活下去。他求生存，人会很累耶，很累。他内伤就是，摩羯的内伤来自生活，他要隔绝；天蝎的内伤真的是自己四分五裂。哇，对，在情感面上。哇，他们都不要交另一半好了。好可怕哦！有些真的就是，刚才不是讲，就是说天蝎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工具，对，参考工具，它还有其他。我跟你讲，你也很对啦，就是。又转回来。我的意思说，有一些搞不好被伤到就开始怕感情。我懂。我觉得你婆媳关系超好是有原因的，随时那个线。可是我发现你们是不是有用很烂的招式跟女友分手过？或是被用过？我的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我曾经交过女朋友，我真的受不了她，所以我决定要跟她分手。她怎么了？很公主病。公主病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是不是要很小心的思考讲用字遣词？他不要怕讲出来，他讲出来，大家又质疑我。真的就是很公主病，然后其他很多生活习惯我一定有，其实我有点已经受不了。像有一次我要答应要去接他，那后来我要去牵我的车要去接他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10几年的朋友，终于遇到了，我们就赶快我们稍微聊天一下，我就说那可不可以今天麻烦你就自己坐计程车回家，因为我跟我这个朋友等一下要去吃饭，我就到吃饭的地方，他直接坐计程车过来，然后直接赏我一巴掌。假的？他不说你不是答应要来接我，你现在跑来这边吃饭是干嘛？我说哇靠！你说二话不说，先傻帮他。对，他就觉得我说话不算话。不是在影集里面才看得到的事情吗？Netflix 最新的吧？你是昨天才脑补？对，这是真实的故事。哪一家餐厅啊？没有，我们就在随便一家。太凶了吧！不记得了啦，吃100间。东区的餐厅，不是东区的一个被水一巴掌，你会记得那个餐厅吗？一定记得啊！不要再去。他是射手，不会记得。其实呢，不是在餐厅啊，我那个。之前你很厉害，好强哦！是在我那个朋友的那个家。
不是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录音室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做音乐的朋友。那何必不说啊？你撒谎。啊，有很多事不能讲的那么清楚。就会知道讲谁就对了。对，然后就是过来就赏我一巴掌。哇！我就那一次我就觉得哇，你这个女生也太公主了吧，也太凶了吧，我就觉得内心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又。他也没做错什么，那我要跟他分手，其实我已经有点忍不住了。还不算做错什么，打一巴掌。对啊，那有人就是我就想要分，但是我又没有什么一个理由跟他好好来分，因为他会一直给我压力。我每次接他电话反而会有压力，我又想不到什么方式。我想说啊，那不然这样好了，我看我爸每天都在那边佛堂念佛，我就跟我爸一起念佛，我就开始。我就大家去以前都会去吃一些牛排什么，就大家去素食餐厅。我说，我最近对一些佛理有点兴趣。最重要的，我就开始就是，譬如说我们会一起住，一起睡在一起嘛。以前都会发生关系嘛，我就开始慢慢就是不碰他，闪。然后他那方面他又很喜欢。他又很喜欢他，那我变得说又不碰他，然后每次他有时候冬天一碰到我说，我明天要外景，不要吵，这样哇，用这种方式慢慢的，就是他就发觉我对他这个冷淡，他就感觉到他受不了，因为这样，他又觉得我好像开始要吃斋念佛那种感觉，就因为这样分开来。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你让跟男生分手嘛，可是有没有什么是男生做的，你一定觉得哦？我要分手。我觉得是因为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有时候会很敏感，就是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会跟我讲说，你看看你现在就是到这个年纪了，然后你还这么强势，你的个性要改一下，这件事情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因为我的年纪我就是改不了啊，那怎么办？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我不要因为我的年纪而被别人拿出来讲说啊，因为你到了这个年纪，状态变得不好啊，你顶多只能讲说。我的个性很强势，但你不要去讲我的外表跟年轻比起来有差多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女生一定要很爱自己，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年纪阶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就是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其实是我以前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保养这件事情。所以即便我现在已经快50岁了，我至少还没有走中的这么严重。有吗？有快50吗？好猛哦！已经48岁了。哇，你真的是美魔女啊！今年已经48，怎么可能？看起来很年轻哎。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管是生活作息、运动，还有不断的一直补充可能会流失的一些保健品，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最近呢有补充到一个保健品，非常的好，我想要推荐给大家。是什么？就是一个日本大厂出的保健食品。好。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极致胶原锭，我想这个瓶身出来大家都很很有名的。之前的我是用喝的，它也有出喝的，也有出锭。那这个呢是升级版，是在去年的时候台日同时上市的。这个极致胶原锭最主要补充的是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不是女生的专利哦，男生也要补充胶原蛋白，像小钟哥，你的年纪，当然要。对，胶原蛋白呢，其实会随着年纪，然后会慢慢的流失。那其实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其实你在补充这些保健品的时候，不用再用什么说啊，我要多吃很多的猪脚啊，或是什么这类的东西补充胶原蛋白，因为那样吃多了之后，我想你的体脂肪也变多了。所以其实呢，可以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做很好的补充。那为什么叫它升级版呢？因为呢，这个版本呢，多了2个新的成分，一个是500亿的植物性的乳酸菌，另外一个就是铁。对，那因为500亿个植物性的乳酸菌，因为乳酸菌是可以帮助消化，然后里面又加了铁。铁的话，其实对女生来讲，大家都知道嘛，我们每个月都会来月经，所以呢，它就是可以补充。那除此之外呢，为什么我说多了2个这个成分的升级版？它跟之前的版本比起来，维生素 C 跟胶原蛋白都有增量。那维生素 C 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的。那其实他们最有名的是补充 B 群，因为我以前都是吃他们家的 B 群。那这个升级版呢，除了刚刚讲的多了那2个成分之外呢，里面还有维生素 C 啊、B1 啊、B2、B6跟烟碱素跟泛酸。那其实呢，它里面呢还有那个小分子很好吸收的胶原生态，所以这个呢，它就把所有
你需要的东西全部合在这一颗里面，好方便哦。然后我现在可以倒出来给大家看。我以前呢都是吃他们家的 B 曲，那他们家的 B 曲呢，第一很小颗，第二呢它外面有一个糖衣锭，所以呢闻起来不会有一些 B 群的味道。对，那它这个胶原锭呢，它这个外壳呢有一个膜衣锭，而且你们大家可以闻一下，它那个很它会有胶原蛋白味道吗？不会，没有味道。对，胶原蛋白它完全闻起来是无味的，因为通常有时候胶原蛋白会有一个大家不喜欢那个味道，对，那个味道就闻到就不想吃。对，而且它很小颗。这一天吃几颗啊？一天哦，看你，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保健品，你要吃1颗也可以，2颗也可以，3颗也可以，但是一天最多不要超过5颗这样子。重点不是它一天吃几颗，重点是你每天都要吃。因为像维生素 C、B 群跟这些必须要补充的铁，它其实是每天都在流失的，所以你要每天一直给它，然后让它不要流失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膜一定让你很好吞，因为我是很怕吃药的人，我不会吞药，我会觉得东西卡在这里。对，那有一些的保健品很大颗，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吞进去，那它这个就是很小颗，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女生。这个是日本大厂出的，而且是台日同时都有贩售的，而且这一瓶呢，除了在他们的官网可以买到之外呢，在各大的药妆店都可以买得到哦，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哇，太棒了！非常好。那最后就请我们可爱的派翠克，哎，你妈还在吗？还在！请我们可爱又专业的派翠克，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温馨的 ending， 好不好？好的。这个呢，就是说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分享这个，不管是分手还是被分手的故事啦，这有些都很刻骨铭心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把分手这件事情做好，就不会有之后的纷争。但是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要分手，恩恩爱爱的走下去。你真的好会做 ending。那当然啦，谢谢大家。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